青灯古佛下，无数修行者耗尽半生虔诚诵经，顶礼膜拜，却始终叩不开觉悟之门。佛门护法韦陀菩萨金光显圣，一语道破经世真相，真正与佛结缘的密钥，不在日夜不辍的香火缭绕里，而藏于三重深邃心境之中。这三重如莲花次第绽放的境界，究竟藏着何种颠覆认知的修行真谛？又将如何重塑世人对佛法修行的认知？健康宝岩寺的晨钟悠悠响起，与僧众的诵经声交织在一起，在寺院上空回荡。求那跋陀罗高僧端坐在法座之上，目光平和地扫视着坐下虔诚的僧众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如潺潺流水，讲述着佛法的精妙。众僧双手合十，全神贯注地聆听。唯有一位年轻僧人慧明，虽然口中念诵着经文，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迷茫与困惑。慧明出家已有3载，自踏入佛门那日起，他便立志要潜心修行，证悟佛法真谛。每日破晓时分，当其他僧人还在沉睡，他已在佛堂中开始了一天的修行，持诵《金刚经》100遍，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晰而庄重。礼佛300拜，每一次跪拜都饱含着虔诚，持戒精严，从不曾有丝毫违犯。然而尽管如此勤奋刻苦，他却总感觉与佛之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，无法真正触及佛法的核心。那种内心的困惑与迷茫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。正当求那跋陀罗高僧讲经至关键处，天空突然变得异常明亮，一道耀眼的金光自天际倾泻而下，照亮了整个宝岩寺。刹那间，寺院中的一切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。韦陀菩萨身着熠熠生辉的金色甲胄，手持金刚杵，周身散发着柔和而庄严的金光，缓缓现身于宝岩寺前的广场之上。金色甲胄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如同千万星辰汇聚一处，每一片甲叶都流转着神秘的纹路，仿佛蕴含着无穷的佛法妙理。金刚杵上刻满了古老的梵文，散发着古朴而强大的气息，轻轻一挥，便能感受到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。无为护法韦陀，奉佛陀之命护持正法，今日见诸位精进修行，却不得其门而入，特来指点迷津。韦陀菩萨的声音如洪钟般响彻四方，声音中蕴含着慈悲与威严，令在场的每一位僧众都心生敬畏。求那跋陀罗高僧急忙起身，恭敬地合掌，向前一步拜道：护法尊天降临，实乃我等福缘所致。宝岩寺蓬荜生辉，还请尊者慈悲，开示这修行的玄妙，为我等弟子拨开迷雾，指引明路。韦陀菩萨环视众僧，目光如同一道明亮的光芒，最终落在了慧明身上。汝名慧明，出家3载，每日持诵《金刚经》100遍，礼佛300拜，持戒精严，无有违犯，却为何感觉与佛无缘？慧明心中大惊，没想到韦陀菩萨竟对自己的修行状况了如指掌。他立即五体投地，声音中带着恳切与迷茫：弟子愚钝，虽勤修苦练，日夜不敢懈怠，却总感觉与佛相隔甚远，不得真去。修行之路迷茫困惑，望尊者慈悲，指点迷津，让弟子能找到修行的正确方向。韦陀菩萨微微点头，示意慧明站起，随后抬手指向寺院前的一株古松。那古松历经岁月沧桑，却依然挺拔苍翠。你看此松，岁寒而不凋，风吹而不折，为何？慧明凝视着古松，思索片刻后答道：因其根深蒂固，扎根于大地，顺应自然生长，不追逐外物，不随波逐流，故而能保持本性，屹立不倒，善哉！韦陀菩萨赞叹道：修行之人若执着于我在修行，我在持戒，我在诵经，此乃我执未除。经中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真正舍我执者，做而不觉得在做，修而不觉得在修，
如松树生长，自然无为，就如同春雨滋润大地，无声无息，不求回报；又如阳光普照万物，平等无私，不生分别。听闻此言，慧明若有所思，弟子平日里确实常想，我今日诵经几卷，礼佛几拜，持戒几条，是否比他人精进？原来这正是我执作祟，将修行变成了一种刻意的行为，反而偏离了佛法的本质。不错，韦陀菩萨满意的点点头。第一重心境，舍我执，便是不将自己置于修行之中，修行自然而然，如积石可饮，不住于相。当舍去我执，内心方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如同挣脱枷锁的飞鸟，在佛法的天空中自在翱翔。求那跋陀罗在一旁补充道：金刚经云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正是此意。只有破除我执，才能领悟佛法的真谛，达到无我的境界。韦陀菩萨微微颔首，继续道：第二重心境，名为净六根。此时天空中忽然飘来几片云彩，渐渐遮住了阳光，寺院中的光影随之发生变化。韦陀菩萨指着变化的光影说：你们看，云来遮日，影随而动，然天日本身可曾移动半分？众僧纷纷摇头。六根如天日，外境如浮云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触，意缘法。六根若不净，如同天日被云遮蔽，不得明照。净六根者，不为外境所染，不为喜怒所动，不为爱憎所转，如同明镜照物，物来则现，物去则空，不留一丝痕迹。慧明恍然大悟。弟子平日诵经时，常被外界声音所扰，心生烦躁，见美食则馋涎欲滴，闻恶言则心生嗔恨，这些都是六根不净的表现吧？韦陀菩萨点头道：正是如此。净六根不是闭目塞听，断绝感知，而是在感知中保持清净，不被外境所转。就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在污浊恶世中依然能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安宁，不被尘世的喧嚣与诱惑所动摇。寺院中一位年长比丘问道：尊者，如何才能净六根？韦陀菩萨微笑道：方法有三，其一，关照当下。心若驰于过去，是为忧；奔于未来，是为恐。唯有安住当下，方能见性本净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动作，不追忆过去的烦恼，不担忧未来的变故，就能在当下的清净中领悟佛法的智慧。其二，不起分别。见花不言美丑，闻声不辨善恶，一切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世间万物本无分别，是我们的妄心产生了种种分别与执着。只有放下分别心，才能以平等心看待一切，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。其三，常生惭愧。知自心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今为尘劳所缚，应生大惭愧心，精进修持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本具佛性，却因烦恼尘劳而迷失自我，就会升起惭愧之心，从而更加努力的修行，回归本心。慧明深受触动，双手合十，尊者所言如醍醐灌顶。弟子明白了，舍我执，净六根，乃是与佛结缘的重要条件。这两重心境的修持，就像是为修行搭建了坚实的基础，让弟子对修行有了新的认识和方向。韦陀菩萨目光深邃地望着慧明。第一重，舍我执，是为基础；第二重，净六根，是为功夫。这两重心境修得好，已可与佛结下深缘。然而，想要真正与佛有缘，成就菩提，还需第三重心境。他看着众僧期待的眼神，尤其是慧明那专注而渴求的目光，微微颔首。第三重心境，乃是修行之人最难突破，却又最为关键的一重。它不似前两重可以通过外在的持戒、诵经来辅助修持，而是需要内心最深处的转变。求那跋陀罗作依道，请尊者明示这第三重心境，让我等弟子得以精进修行，
真正与佛结缘。弟子等渴望聆听尊者的教诲，解开心中的疑惑，在修行路上不断前进。维陀菩萨目光如电，穿透众人心灵。第三重心境名为悲智双运。悲智双运，慧明轻声重复着这4个字，眉头微皱，眼中满是疑惑。维陀菩萨走到寺院中央的菩提树下，抬手轻抚树干，此树根深叶茂，上接天气，下吸地气，才能生长茁壮。修行人亦是如此，上求佛道是为智，下化众生是为悲。智不离悲则不枯，悲不离智则不忙，二者双运，方能真正与佛有缘。智慧如同明灯，照亮我们修行的道路；慈悲如同甘霖，滋润众生的心田。只有将智慧与慈悲相结合，才能在修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慧明恍然大悟，弟子一直专注于个人修行，求证菩提，却忽略了普度众生的大愿。原来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更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，以智慧去引导众生，这才是佛法的真谛。正是维陀菩萨点头道：诸佛菩萨无不是悲智双运，智慧如目，慈悲如足。有目无足，不能行；有足无目，不能见。你们看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后，不是独享解脱，而是49年说法，广度有缘。他以无量的智慧洞察众生的根基，以无尽的慈悲为众生宣说佛法，帮助众生脱离苦海。阿弥陀佛立48大愿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普接众生。他以慈悲愿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，以智慧方便引导众生修行。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他闻声救苦，以慈悲心回应众生的苦难，以智慧力化解众生的烦恼。这些无不是悲智双运的体现。求那跋陀罗补充道：华严经云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正是此意。这体现了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安乐，一心只为众生的解脱。维陀菩萨欣然点头。悲智双运具体而言有3个层次：初发心，即发菩提心，立志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这是修行的起点，也是修行的动力源泉。当我们发起菩提心，就如同在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，指引我们朝着成佛的目标前进。中修行，即6度万行，自利利他，悲智并进。通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这6度的修行，既能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，又能利益众生。后正果，即福慧圆满，成就佛道，普度众生。这是修行的最终目标。当福慧圆满之时，便能像诸佛菩萨一样，以无量的智慧和慈悲，广度一切众生。慧明迫切地问：尊者，如何才能做到悲智双运？维陀菩萨语重心长地说：首先，立大愿，不为自己求解脱，而为众生离苦得乐。愿力是修行的根本，只有立下宏大的愿力，才能在修行的道路上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。其次，广学法门，经律论三藏，显密诸法门，无不精通，方能应机说法，度化众生。佛法博大精深，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根基和需求，只有广泛学习各种法门，才能根据众生的特点，给予合适的引导。最后，躬身实践，不仅口说，更要身行，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，将慈悲智慧传递给每一个有缘众生，在生活的点滴中践行佛法，用实际行动去帮助众生，让众生感受到佛法的温暖和力量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比丘颤巍巍地站起来：尊者，老朽修行数十载，一直闭关苦修，少与外人接触，恐难称为悲智双运。如今年迈体衰，又该如何修持这第3重心境？维陀菩萨微笑着走到老比丘面前，轻轻抚摸他的头顶：善哉，发此问者，以具慈悲之心。悲智双运不一定要走出寺院，
度化万千，意念慈悲，一言教诲，一行方便，皆是度化。你可以在寺中教导年轻僧人，为他们解答疑惑，可以接待前来问法的居士，为他们指点迷津，还可以将自己的修行心得记录下来，留给后人参考。这些都是悲智双运的表现。即使身体不便，无法远行度化众生，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，将自己的智慧和慈悲传递出去，利益众生。老比丘闻言，老泪纵横，跪地叩首，多谢尊者开示。老朽明白了，当从今日起，将自己所学传授给年轻一代，不再独善其身，愿以自己微薄的力量，为佛法的传承和众生的解脱贡献一份心力。维陀菩萨环视众僧，所谓与佛有缘，不是见到佛像就顶礼膜拜，不是听到佛号就称念不停，不是读到经文就背诵如流。真正与佛有缘，是在心境上与佛相应。舍我执，如佛无我；净六根，如佛清净；悲智双运，如佛度众。三重心境修持圆满，自然与佛有缘，不求而得。当我们的心境与佛的境界相契合，就能感受到佛法的真实存在，与佛建立起深厚的因缘。慧明深受启发，再次五体投地。尊者所言，字字珠玑。弟子从今以后，当舍我执，净六根，修悲智，真正与佛结下深缘。愿以毕生精力修行这三重心境，不辜负尊者的教诲。维陀菩萨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即取出一串晶莹剔透的念珠，交给慧明。此珠乃天界琉璃所制，能助你修持三重心境。每当你感到我执升起，便念一颗珠子；每当你感到六根不净，便念一颗珠子；每当你忘记悲智双运，便念一颗珠子。如此坚持，定能与佛有缘。这串念珠蕴含着佛法的力量，希望它能时刻提醒你，在修行的道路上保持正念。慧明双手接过念珠，只觉一股清凉之气沁入心脾，全身舒畅无比。弟子遵命，定当精进修持，不负尊者期望。弟子将以这串念珠为修行的助缘，时刻警惕自己，不断提升心境。维陀菩萨又转向求那跋陀罗，大师弘法立生多年，已具悲智之相，今后当广传此三重心境之法，使更多人与佛结缘。佛法的传承需要像你这样的高僧大德，将这些珍贵的佛法智慧传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众生受益。求那跋陀罗恭敬应诺，弟子必当尽心竭力，将尊者教诲传遍天下，让更多人明白与佛有缘的真谛。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不辜负尊者的嘱托。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笼罩在维陀菩萨周身。只见他渐渐腾空而起，声音却依然清晰地传来：三重心境，舍我执，净六根，悲智双运，次第修持，必得解脱。今日因缘已尽，吾当回返，望诸位精进不懈，早证菩提。修行之路漫长而艰辛，但只要坚持修持这三重心境，就一定能走向解脱的彼岸。说完，维陀菩萨化作一道金光，直冲云霄，消失不见。寺院中的众僧久久伫立，回味着维陀菩萨的教诲，那字字句句如同璀璨的明珠，照亮了他们的心灵，也为他们的修行之路指明了方向。慧明紧握念珠，心中默默发愿：弟子必当依教奉行，舍我执，净六根，悲智双运，真正与佛结下不解之缘。愿以此修行，不仅成就自己，更能利益无量众生。自此以后，慧明精进修持三重心境，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精进。他将舍我执，净六根，悲智双运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，时刻保持警觉和正念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他的心境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内心变得更加平静、慈悲和智慧。他开始走出寺院，以自己的修行体悟和佛法智慧，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众生。无论是为患病的百姓祈福治病，
还是为迷茫的求道者指点迷津，他都以一颗慈悲之心，尽力给予帮助。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着悲智双运的境界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而维陀菩萨的这番教诲，也被求那跋陀罗高僧详细的记录下来，流传后世。无数修行人以此为指引，在修行的道路上探索前行。这三重心境的修行方法，成为了佛门弟子修行的重要指南，帮助一代又一代的修行人领悟佛法的真谛，与佛结下深厚的因缘，一步步迈向觉悟之路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宝岩寺的钟声依然悠扬，维陀菩萨的教诲如同永恒的光芒，照亮着无数修行者的心灵，指引着他们在佛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直至证悟菩提，究竟解脱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